和我一起去 Capri 享受意大利的夏天吧。See without my eyes, the first time that you kissed me. 拉着我的行李箱，准备坐船去 Capri。说实话，这个岛真的很宝藏。我还是被一梦璇的照片种草了。大家应该有看到我们之前的惨案，前一天基本上是没睡的，所以我们超级晕。但是我又不敢睡，因为行李在旁边，真的很害怕有一些什么意外发生。人物实际上很安全啦。他们这里的 taxi 都是这种小敞篷一样的，好洋气啊，像老爷车一样。结果我们坐了一个最丑的，哇，坐着还蛮舒服的。本来还想说能有多蓝，结果我一张嘴就是哇塞哇塞哇塞，好蓝啊！给大家托一下我们的房间吧。好恐怖的价格，7字开头。它的这个电视机是可以遥控升降的，它是有一个这个小餐厅，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海，非常好看的景。我们订的还是一个游泳池的，放心。现在换一下让我非常狼狈的这套衣服。这一身就是我今天在 Capri 的穿搭，你眼熟吗？开箱的时候给你们展示过，搭配的这个鞋是超级难走的。今天弄了一个大卷发。我们直接去克鲁伯路打卡一下，它整个地方不是很大，全靠步行，我觉得也没有问题，真的很适合度假，因为走几步就是一个柠檬的小摊儿，可以在这里买饮料啊，买雪糕。然后就是这家店，你们记住收藏一下，它也是意大利非常有名的一个香水品牌。当时看门头就觉得很漂亮，路上还偶遇了一只小黑咪，它真的好亲人哦。它好软哦。You know without you I'm so lonely. When you're not here, 911 calling. Into your heat again, I'm diving. Darling you, baby. 好漂亮。非常狼狈，看这个鞋，整山路。快点啦！快点，快点，再快点！哇塞，子妹妹，我每次看到这个牌子都走不到。这牌子就是澳洲的一个品牌，我特别喜欢他们家裙子。我觉得在 Capri 坐敞篷车真的蛮爽，很容易出片。我们上山吃饭的时候正好是日落的时间，就有那个晚霞嘛，很漂亮。晚餐我们吃的是岛上唯一一家米其林2星。这个餐厅是在酒店里面，环境真的是1级棒，还能看到一点点晚霞，真的太美了。送了一个前菜，看番茄片。Red， 这个蛮好吃的。光是餐前面包就有很多可以选的，不过我看中了旁边那桌的饭。妈呀，怎么看你这么香啊？我们是单点了一个蔬菜拼盘，然后这个是金枪鱼大腹，再来点黑松露，点醉虾，仪式感是给拉满了。那个胡萝卜还有各种泥在里面，酸酸甜甜的。因为我不爱吃酸，所以吃第一道菜的时候感觉完蛋了，这家店可能会翻车。结果没想到这个金枪鱼大腹一点点鱼腥味都没有，吃完一点都不觉得腻，反而觉得嘴里很清爽。终于是气候延长了，非常非常暄软，说的数到流口水。它里面是有点湿润，但是又很筋道。大吃一口。这个意面简直惊为天人，还有柠檬香在里面。虽然是奶油酱打底的，但是一点都不会觉得腻。我第一次光盘这种奶油意面，不过最惊喜的还是这个隐藏菜单上的牛排，非常大一份。是不是？怎么这么嫩啊？像那种炖得很烂的牛腩，它很软烂，但是一点都不是那种 Q 弹，咬在嘴里一口是那种肉的弹性，然后爆汁，简直香的不像话。调味也是非常纯粹的，只有简单的盐。你们听到吗？是脆脆的，就把牛肉本身的鲜美毫无保留的激发出来了。我现在边说边在那里回味。像吃米其林的话，就可以在预定的时候说有什么 special occasion， 就给我们送了小蛋糕甜品，其实每桌都会有。这个蛋糕我还说要打包回去，但是真的很难吃。但还是很开心，虽然没有很好吃，这个东西稍微减分了一点点啦。OK， 现在我们要去泡一下澡喽。它这个浴缸是可以按摩的，虽然很爽，但是特别热。待了2分钟，比个耶，立刻跑出，回去睡觉了，呵呵。现在需要进入我温暖的被窝，大家明天见。Hello， 早上好，姐妹们，今天是我们的出海日。今天的 outfit 是一个金色的比基尼。Capri 都来了，那还是要老钱一点。所以今天我的所有配饰都是偏金色系，画了一个非常裸的口红。下半身呢配的是一条牛仔裤。今天的包搭配的也是金色的，我还戴了一个这个头巾，再裹一个，这样子又是另外一种风格。OK， 今日份的特的，走啦。每次都想装作很倔强，但是 Thank you so much， 终于拿到了。今天的敞篷车租到了一个粉粉都。
攻略说7、8点钟就可以在码头找船夫，然后砍价。然而实际上一个人都没有。我们最后是在网上翻到了一个老爷爷的电话，打给他让他来接我们的。包船1小时120欧，我们是包了2个小时。不得不说天气真的太给力了，我们早上起来坐船真的是非常明智的选择，因为一点都不晒，而且海风吹着真的非常舒服。还好我们俩都不晕船，所以在船上的感觉就是很爽，摇晃的时候还感觉有点刺激。我们用英文交流的不算特别顺利，但是他真的很热情，在每个景点都要停下来跟我们讲解。他还带我们去了一个秘密角落，不用花钱去大排长队的蓝洞看了。从这片藏在岩壁的海域里可以看到荧光海，它是这种浅浅透亮的 baby blue， 真的太美了。而且你们看它这个海域啊，整个就是阳光洒下去的时候，就像是把碎钻洒在了水面上。哇塞，这一刻度假的感觉直接拉满了，太美了 Capri。 后面爷爷还招呼我们跳下去游泳，好舒服啊，好羡慕会游泳的人，我下次回去一定要好好怒学游泳。我也想躺在 Capri 的海里游泳。 Do they have sharks here? Huh? No. 讨厌。太幸福了，幸福就是这么简单，坐在床头看着无边无际的蓝，感受着海风，听着海浪拍打船的声音，多希望时间就静止在这一刻。结束之后跟爷爷依依不舍的 say 了拜拜。我们现在打好车准备回酒店喽。我们这次在 Capri 的行程安排太短了，9个小时因为酒店太贵了，所以我们准备 check out 之后在这个地方逛到5点钟，然后我们再坐船回去那不勒斯。中午选了一家伊蒙林打卡过的餐厅，沿路走的时候能看到很多柠檬元素的东西。我们经过了一个红房子，这里面有一座1世纪古罗马女祭司的雕像。天呐，1世纪也太久远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们直接来点餐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没有柠檬了。这个菜单我真的看不懂。我现在出去玩在意大利真的全靠豆包了。队里挑灯看剑。把你名字我手臂。没有味道。跟你们说，在意大利久了，真的会自动的带上手语。Orange 都没说完，多数是他们家自己种的水果现榨的蛋酥，实在是太酸了，酸晕了。没想到吧，咱们也是国际撞了，咱们在 Capri 遇到粉丝了。可能是因为昨晚吃的太惊艳，所以导致这一餐我们觉得满分5星的话只有2.5分。这个漂亮盘子装着这个意面。它这个面很好吃，我可能近3天都不会再想吃鱿鱼了。今天这顿3道菜也3个鱿鱼，真的要生气了。这个蜜蜂一直围着我转，它怎么不来了？打开显示器它又不来了。刚我就拿着叉子给它转一下，现暂停后面。所以整个餐厅服务员的服务为主，蜜蜂的服务还挺多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补完妆我真觉得还挺好看的，但是真的好多人评价我这身像海盗。有没有人觉得好看？好不好看？下一秒真的不太好看。我就是因为今天早上喝了那个 champagne， 然后吹那个海风，然后现在就变成这种丑样子了。本来想去打卡一家百年披萨的，但是我真的头痛，然后又恶心，所以我们只能点外卖了。披萨，香香，没有肉，香香也没有。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还点了麦当当。别管了，根本忍不住，感觉我生病的时候胃口大增，我反而是生病的时候会想要多吃。说实话，我也蛮喜欢这种窝在酒店里吃披萨外卖的场景。不过我其实还蛮喜欢旅行的时候跟朋友这样偷懒一下的，窝在房间里把想吃的都点一遍，然后开着电视，这种感觉也特别踏实。聊废话的时刻才是让我觉得最舒服最满足的。希望大家看得开心哦。